鼹鼠一种哺乳动物，身体矮胖，长10余厘米，毛色黑褐色，嘴尖，前肢发达，脚掌向外翻，有利爪，适于掘土，后肢细小，眼小，隐藏在毛中。白天呢居住在土穴中，夜晚出来捕食昆虫，也吃农作物的根。除此之外，鼹鼠还被形容成间谍。今天的视频我们来了解一下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鼹鼠艾姆斯，他对中情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估计。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艾姆斯在1962年参加中情局工作，艾姆斯很走运，一开始就加入了中情局的核心部门，成为了一名外勤官员。比起他同时期的同事们，这已经是很好了。虽然工作不错，但他薪水很低，工作也不顺心。他也不敢和家人说自己从事情报工作，只能说自己是一名外交官，在国务院上班。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和妻子一直在闹离婚。时间来到1981年，他被调到了墨西哥城，这里似乎扭转了他的运气。在这里，他认识了一名名叫玛利亚·罗萨里奥·卡萨斯的女士，很快就迷上了她，两人风花雪月。但是玛利亚的背景并非艾姆斯想的那么简单。她在1981年就被科克伯招募，负责收集中美洲方面的情报。1983年又成为了科克伯墨西哥站的线人。艾姆斯之后虽然知道了他的身份，但是却没有离开或者向中情局报告。玛利亚求婚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玛利亚同意了求婚，提出了结婚的条件，艾姆斯加入科克伯。当时的艾姆斯已经深陷爱情漩涡中了，中情局的安全官员也没有对艾姆斯的婚外生活进行深入调查。在他们看来，在黑暗世界中生活的人孤独、寂寞、冷，在海外还要被真正的外交官歧视，婚外情什么的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艾姆斯不久之后就被调回总部，担任苏联分部的负责人。在外人看来，这个职位不是很高，但是却足够重要，绝对是组织要大力培养的人才才能做上。但是在艾姆斯看来，他已经42岁了，才混上这个中层职位，前途一片黑暗。因为中情局的高层都是从外边调入，很少是从局内上升的。艾姆斯的工作就是在苏联人中寻找那些经常酗酒、婚姻失败、事业无成还寻花问柳的。好家伙，这不就是艾姆斯自己吗？所以他很正常的就被盯上了。在经过6个月的劝降工作之后，艾姆斯成为了科克伯留在美国的鼹鼠。科克伯的劝降手法也很简单，就是用钱砸。艾姆斯的首次行动是科克伯的马尔季诺夫和莫特林，两人都是科克伯派到美国的特工，掩护身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3等秘书。在1982年，马尔基诺夫被中情局特工盯上了，后来发展成间谍。中情局为马尔基诺夫在美国的银行中存了一笔钱，方便他以后叛逃到美国。中情局希望从马尔基诺夫这里得到更多被派到华盛顿的科克伯官员的消息，然后就找到了莫特林。艾姆斯就是负责苏联事务的老大，他自然知道这2个人的身份，但是他现在为科克伯效力，这2个人自然是要铲除的。他在和联络人接头的时候，把这2人的消息传递了出去。科克伯得知消息后并没有马上行动，这是在掩护艾姆斯，如果立即行动的话，艾姆斯也会暴露。莫特林在1984年任期结束回国，后来在和中情局的人接头时被捕，不久之后被枪决。1985年，科克伯的高级官员维塔利·尤尔琴科叛逃美国，负责对接他的就是艾姆斯。他曾经也在科克伯华盛顿分站工作过。他叛逃的理由是自己得了胃癌，苏联的庸医没能力给自己治，才来美国的。他给中情局提出条件，要公民权，要钱，再免费治好自己的病。他可以提供整个美洲的科克伯特工名单。期间他的确提供了几个人。在不久后，尤尔琴科又逃了回去。美国本来想着他这次死定了，科克伯不会放过叛逃者的，结果尤尔琴科不光活得好好的，还再次去到美国，在媒体面前揭露中情局对他的残酷折磨，说自己本来在意大利好好的，就被带到了美国。美国人为了栽赃他，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他银行账户下存了很多美金，还对他进行了残忍的逼供，但他意志坚定，什么都没说，最后忍辱负重才回到苏联。这美国中情局人都傻了。在1986年11月，尤尔琴科回国，马尔基诺夫受命陪同。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尤尔琴科这次叛逃美国有2个目的：一是以叛逃的身份给中情局提供几个无关紧要间谍的名字，弃卒保帅，加大中情局对艾姆斯的信任；
二是带走马尔基诺夫。马尔基诺夫在1987年5月因为叛国罪被枪决。后来马尔基诺夫两人的死引起了中情局的怀疑，在内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代号天光。FBI 也成立了一个针对中情局安全问题的小组，代号演员。两个小组同时行动，查资料阅档案之后，根据知情人范围列出了一份怀疑名单。他们的标准是：是否酗酒，是否吸毒，婚姻是否美满，有没有擅离职守，是否有不明来源收入。对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仔仔细细的审查。到了1992年，这个名单从200多人减少到了40多人。在审查到艾姆斯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家伙很不简单的，因此艾姆斯成为了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像离婚、酗酒都是些小事情，最让审查人员不放心的是，艾姆斯年薪不过7万美元，在1985年4月到1993年8月，他的支出超过了130万美元，还在郊外置办了一座房子，一次性付清了54万美元的房款，之后买家具又花了10万，还买车炒股。调查小组确认，不管中情局里边有多少鼹鼠，这个艾姆斯肯定是其中之一了。下面要做的就是情报收集工作了。1993年5月12号 ，FBI 开始收集证据。这次行动的负责人叫做莱斯利·怀泽，他曾经多次侦破过此类案件。在接过一摞摞的案卷时，他意识到此前的太简单了，层级也太低了。在6月3号，怀泽下令监视艾姆斯的一切行动。艾姆斯居住地周边都是 FBI 的特工。在6月23号，经过司法部门批准， FBI 进入到艾姆斯的住址搜查，找到了144份机密文件和一些有关贩毒和汇款的录音，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是鼹鼠。搜查完毕后， FBI 又在艾姆斯的电脑上加了监视器，在他的房间里留下了监视装置，同时复制他房屋和车子的钥匙，并在车里留了跟踪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FBI 都在搜寻艾姆斯叛国的消息。有次他们在垃圾箱里找到了一张被撕碎的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在10月份在波哥大会面。10月份，艾姆斯对上司说他要去波哥大见自己的岳母。怀泽调查后发现，他并没有去波哥大，而是去了拉斯维加斯，而他的岳母一直都在美国没出去。艾姆斯在拉斯维加斯的行动也没有逃过 FBI 的监视，他在 FBI 行动的漏洞中发现问题。到11月，艾姆斯出发去波哥大，小心的艾姆斯成功的和苏联接上了头，并且没有被怀泽的人发现。之后他就回国准备跑路。FBI 发现在艾姆斯住宅周围发现了乔装的苏联人，怀泽意识到了再不收网就没机会了。在1994年2月21号，艾姆斯被捕。他曝光后，中情局才联想到尤尔琴科的事件，才想到自己是不是被耍了。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